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呢，其实只有一个字：钙。我们需不需要补充钙？盲目的补充钙有什么坏处？正确补充钙的观念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过多的摄入钙啊，是今天蛮多慢性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之一啊。不管是透过乳制品，或者是透过补充剂来补充钙，跟心脏病、跟高血压、跟中风、跟癌症这些慢性疾病风险的增加呢，它是有关系的。曾经有一个科学的实验，针对61433名女性啊做了一个科学研究，发现呢，钙摄入量最高的女性死亡率比钙摄入量比较低的女性高了2.5倍啊，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实验结果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是有必要来探讨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对补充钙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误解。第一个误区，一旦骨质疏松就必须补充钙。实际上骨质疏松的病因啊，并不是单一的缺钙，而是骨代谢异常，或者是缺乏维生素 D， 缺乏了维生素 K2， 慢性炎症、运动不足、激素变化，诸多因素造成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缺钙的问题。所以单纯补钙的话，反而可能会导致钙的外泄路径没有改变，骨头不吸收，钙呢就沉积到你的血管里面去了，沉积到你的软组织里面去了，反而对你的健康不利，造成额外的风险了。这个是骨质疏松就必须有补钙的一个错误的认知，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呢，钙越多越好。很多人以为多吃钙片总没坏处嘛，可是其实人体对钙的吸收呢是有上限的。一般单次吸收量不会超过500毫克的，500毫克啊，就是 0.5 克。所以如果你长期过量的摄入钙的补充剂，有可能导致你血钙升高、肾结石、心血管钙化，还有便秘，这些副作用都可能会跟着一块来的。这个是第二个误区，钙越多越好，不是正确的。第三个误区呢，是补充钙的时候不需要配合其他的营养素，补钙就补钙就可以了。其实钙的代谢啊和吸收啊，高度依赖其他几种营养素的，不是钙一个营养素自己可以单打独斗的。钙对于维生素 D3 的依赖度很高的，维生素 D3 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钙吸收到了我们的血液里面去以后，我们的血钙会上升，这个时候维生素 K2 可以把钙导到我们的骨骼去，防止它沉淀在我们的动脉里面，沉淀在我们的软组织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镁啊，镁调节钙进入细胞内，防止兴奋过度。什么意思呢？平时的时候钙是在我们的细胞外面的，镁是在我们细胞的里面的。如果我们的细胞需要钙的时候，钙就会从细胞膜里面穿到细胞的里面去，细胞就会收缩，钙就开始工作了。工作完了以后呢，镁就会把钙再推到细胞外面来。所以钙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镁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镁对钙的溶解啊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补充钙需要有充足的镁、充足的维生素 D3、充足的维生素 K2 配合它一起，不然的话钙你吃下去了以后它会走错路的，走错路了以后它可以加速你的血管钙化，加速你的软组织钙化。另外一个误区，老年人必须常规的补钙，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为了孝顺，有机会就买了钙回家给老人家吃补钙。第一个注意了，老年人的代谢能力比较弱，补钙的时候你需要考虑他肾脏的功能、血钙的水平，是不是需要搭配维生素 K2 还有镁这些因素综合考虑的，不要盲目的给他们补。老年人是血管钙化高风险的人群啊，不合理的补钙反而会增加他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你需要小心，这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是提升骨密度的问题。很多人以为骨密度提升了，骨骼就变强壮了。多数的钙的补充剂只能够短期的提升你的骨密度的，而且呢不一定可以减少骨折率的。骨骼的质量，还有包括弹性、骨胶原的质量，还有它的微结构，未必跟密度直接相关的。所以误判钙带来的安全感，反而忽略了阻抗运动还有其他营养素的重要性，这是另外一个误区的。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补充钙的补充剂，它的安全与否跟它的来源没有关系，只要是钙都好，它不是的。碳酸钙是最常见的补充剂，在胃酸不足的时候吸收很差的，而且容易引起便秘的。柠檬酸钙比较适合老年人或者是胃酸比较低的，可是很重要的是钙的剂量的控制跟搭配营养素一起吃才是正确的。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平时在补充钙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误区我们没有考虑到。
那么正确补充钙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尽量不要用钙的补充剂。绝大多数钙的补充剂啊，我们身体的吸收它会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大多数的钙的补充剂会提高血液当中游离钙的浓度，增加钙沉积在动脉在软组织里面的风险的。所以钙的补充剂它会绕过肠道的自然调控的机制，它是属于非生理性的摄入方式。然后呢，尽可能的透过天然的食物获取钙，推荐适量的摄入富含钙的全食物来源，比方说深绿色的蔬菜啊，芝麻菜啦、羽衣甘蓝啦、菠菜啦，注意草酸的含量，但是呢，这些菜的钙的含量比较多。沙丁鱼啊、鲑鱼啊，还有坚果啦，特别是巴旦木啊，或者是豆类啊，发酵的豆类像纳豆啦，这些都是很好的补充钙的来源的。所以在食物里面摄入钙，跟其他的矿物质、跟其他的维生素共同存在，更容易被身体吸收，更容易被身体做比较恰当的分配。那么真正健骨啊，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强壮的关键的营养素有哪些呢？很少人知道维生素 C 跟我们骨骼的健康有关系啊。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需要变成我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的原材料都是胶原蛋白啊，各种不同形式的胶原蛋白。我们骨骼也是一样，我们骨骼也是要靠骨胶原蛋白成型以后形成骨骼的。所有的胶原蛋白都需要维生素 C 的参与的，维生素 C 不参与，你的胶原蛋白无法成型的。所以身体里面有丰富的、充分的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维生素 C 是必须的，它要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是骨骼有机结构的基础。所以缺少了维生素 C 的人，不仅仅是骨密度不会好，你皮肤也不会好，皮肤会没有弹性啊。因为支撑皮肤弹性的就是皮肤底下的胶原蛋白。如果你缺少维生素 C 的话，连你皮肤底下胶原蛋白都不能成型啊。如果你缺少维生素 C 的话，连你血管的内皮细胞都会不健康，因为内皮细胞的修复也需要胶原蛋白，所以缺少维生素 C 是有风险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是镁了。镁跟钙啊是相互维持平衡的，它们两个的平衡非常重要。所以不管你透不透过营养补充剂，你食物里面吃了很丰富的钙，镁呢恐怕需要透过补充剂的补充了，因为食物里面的镁呢越来越少了。然后呢就是维生素 D3 了，维生素 D3 增加肠道对钙的吸收，可是呢一定要跟维生素 K2 搭配来使用。现在比较好的维生素 K2 呢叫做 MK7， 维生素 K2 有不同的形式的， MK7 呢是目前比较好的选择，是 MK7 的形式。最后一个让骨骼更健康的一个很重要食物是什么呢？蛋白质。如果你摄入的蛋白质太少了，身体需要制造胶原蛋白的蛋白质就会变少。所以特别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动物蛋白质啊，它有助于骨骼的修复。过多的摄入动物的蛋白质是没有必要的。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一个人呢1公斤的体重，一天你只需要 0.8 克到1克的蛋白质就够了，你不需要更多的蛋白质。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健身的族群，运动量非常的大，你有可能需要1公斤体重需要 1.5 克或者更多。可是对一般人来说，每1公斤的体重 0.8 克到1克就够了。然后呢，戒烟戒酒，戒烟戒酒可以减少你骨密度的流失，对你骨骼的健康是会有好处的。再来一个就是生活方式了，所有要让你的骨骼变得更健康的人，光靠吃是不够的。阻抗训练、重量训练，阻抗训练不一定要重量，你可以用你身体的重量。阻抗训练是促进骨密度最有效的自然的刺激。我们的骨密度没有刺激，它不会成长的。就好像我们的肌肉也一样，我们刺激肌肉就是去拿重的东西，你越拿重的东西，你就越刺激肌肉，这个肌肉就会成长了。我们的骨密度也是一样，它需要被刺激的。所以阻抗训练、阻抗运动是很重要的生活方式啊。各位如果想要你有很好的骨骼健康的话，一定不能够漏掉这一个重点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建议，就是补充钙的误区，如何正确的补充钙。今天这个视频呢，建议大家收藏保留，下一次你们再要补充钙的时候，回来看一看这个视频，这个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建议，谢谢大家。